大家好，我是九九，欢迎收看今天的九九健康咖和健康1+1双频道同步直播的节目。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哦，也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个话题。同时呢，这个话题可能会让您重新思考家的样子和您自己目前的状态有多么的相关。但是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发现，当家里乱七八糟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是不是很容易烦躁啊，也很容易低落？那如果你的空间变得干净整齐，好像人生也跟着清爽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断舍离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这个事情是绝对真的，因为等一下会有很多例子告诉你。很多人透过收纳，不只是把东西归位，而是把自己找回来，甚至因此有人开运，还有赚到钱，还有脱单翻转人生。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台湾第一位到府整理师、收纳专家廖星云廖哥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这几年透过整理如何帮助无数人走过混乱，走向明亮。也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正在卡在低潮啊，压力爆表，或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压力很大呀，也许先从整理一个抽屉开始，就能找到出口。我们欢迎廖星云廖哥。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嗨，星云你好，廖哥你好，我要称呼你廖哥。我刚才在直播前有问一下，为什么你会叫廖哥？蛮特别的。你先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廖哥。虽然我是女生，但我叫廖哥的原因是因为我声音非常的豪迈，就是中气十足，然后个性也很海派，所以大家都叫我廖哥。是，我觉得廖哥这个名字虽然是就是听起来好像是男性，但是确实跟那个星云的个性还是有一点贴切的，就是他个性非常的开朗。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跟您请教了，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我想这几年来，可能还是蛮多人会开始注重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人没有发现，原来他对我们的人生，包括对我们的健康，有这么直接的关联。首先来请教您，像整理收纳，看似好像没什么哈，但是有人整理完之后，开运、赚到钱，甚至脱单。那我想请教您哦，就是这个，因为你有提到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这个例子，这个听起来真的很棒，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案例呢？其实我真的看过非常非常多就是整理之后出现奇迹的案例。就比如说，像我们有遇过，他们很想要生小孩，他们结婚8年，怎么样都没有小孩。但是呢，我去他们家整理的时候，就发现，天哪，他们从来没有换过床包，从来没有结婚8年，从来没有换过床包，然后另外一边全都是垃圾，所以整个是床只有一边能睡。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你看哦，如果你是小宝宝，你在天上，看到就是你想要降临的这个家是这样，你应该也不会想要飞下来吧？然后他们就想，原来是这样，所以呢，就开始跟我一起把环境整理干净。那当然就会有小花效应，你的床变整齐了，你就会想把旁边的柜子也弄整齐，把那边的电视啊，把旁边的任何东西、衣橱等等都收纳好。所以很神奇的是，在他们家整理完之后，过了1年，我就收到了一个他们给我一个卡片，就是说他们怀孕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真的好神奇，而且你刚才说到，就是小宝宝啊，在天上就会选，我要到这个人的家，他已经把这个位置已经准备好给我。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窝心，然后真的后来生命就降临了。那其实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如果你真的堆积太多的东西，你家里可能会出现霉菌啊，这些对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整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就继续想了解一下，刚才那个例子给我们非常的encourage us， 但是为什么我们透过整理或者是包括断舍离会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从您的角度，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啊，把这些很多杂物啊放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自己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停滞了。你想哦，你不想抉择，你觉得也许哪一天我用得到，那你不是活在过去，就是活在未来。比如说以前 S 号的牛仔裤，我就是想要留着，我怕我以后会变瘦。对，我有这个过程。
对，或者是说啊，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我现在用不到，但是万一我以后要用，还要花钱买，我觉得浪费。结果每一样东西都囤在你的家里面，你没有办法活在当下，你永远都是怀念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最后你就会变得好像举足不前，你就没办法前进，而且甚至你连这一个当下都觉得天哪，我家好乱，我好不舒服，我不开心，可是你却不敢就是动起来去整理。那为什么整理有效？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当你愿意整理的时候，你的家会因为你的整理舍掉那些不要的东西，变回原本最棒生活的状态。哇哦，哎，这个看起来哈，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廖哥的这个案例啊，整理前整理后，看起来整个人心情就是我们光看观众就会觉得这个心情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对应到我们自己的健康，如果想一想看，中医讲嘛，就是不通则痛，就是你的环境没有流动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其实说到这里，环境确实会反映我们心灵状态。我听过一个朋友的例子哦，他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情绪性购物，而且他买了很多东西啊，囤了很多物品，然后他的内心还是觉得很空虚，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甚至也看不到自己未来到底要怎么走。其实我在直播前我也跟廖哥说了，我说哎，我记得我以前有这个毛病，还是相当严重，我就柜子里就会装满一些食物，零食柜里面就有食物，然后衣柜呢也是满的。然后我朋友来家里拜访就说，哎呀，你精神应该是出了问题。那我想他说到就是我的心灵上有一些问题，所以星宇老师，你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些案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遇过一个比较夸张的，就是他们家有非常非常多的包裹都没有拆，然后他们家已经满到你几乎走不进去，就只剩下一小条很小的路，然后很暗很暗，所以我们请他就是你可以帮我就是开个灯吗？就是他一开灯，对不对？完全没有亮，原因是所有的包裹都把上面的灯都遮住了，他甚至不知道远方可能有什么东西，比方说，我记得很久以前那里好像有餐桌，很久以前那里有什么，然后他也是报复性购买，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他工作压力很大，所以买东西是他唯一能掌控的事情，其他事情他都没办法，所以他觉得我花钱我开心，可是他却完全没有打开这些包裹，完全没有使用里面的东西，他只是买了，觉得发泄了，可是他却让这些东西堆在他家，然后有一天，他突然看到他女儿要东闪西闪才能走出他们的房间，他就觉得哇，我不想要再过这样的生活，我真的是生病了，所以他请我们去帮他，那就真的差很多，因为我们一直不停的拆包裹，然后把那些东西清完之后，哇，就是整个地面也出来了，然后家具也浮现了，他就涌出那种。以前我曾经想要在这里好好煮一顿饭给孩子吃，想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有这种感觉，这样。我刚才听星云这样说，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我都有那个画面，就会觉得这个妈妈啊，就是好像从一个压力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么我想继续了解一下这个例子，您怎么帮助她的？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或者有什么案例照片可以给我们分享？如果是这个是没有案例照片，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这个案子啊，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因为它很多很多的包裹，所以呢，我们是把它的包裹，我们是排成一个人龙，然后把它的包裹从里面这样一直运出来，然后把里面的包裹的内容物全部清出来，所以就是让他知道，就是说现在我想要留下什么就好。那有哪一些是我其实买了却没有想要用的东西，然后把那些呢送给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不是丢掉，而是让这些东西可以物尽其用。那他的家就从很混乱变很整齐，而且在那个当下，他内心的感觉也完全不同。他终于知道，哦，原来其实我需要的不是这些物品，而是我需要一个可以疗愈我们一家人的家，可以让我恢复正常的生活，让我每天下班不是一打开门就叹一口气，而是回到家有一种哇，这是我的家，他在迎接我的那种感觉。
哇，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重生的感觉哦，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他确实重新面对他的生活，而且是正面积极的。我想，其实现在哦，真的人越来越重视身心灵的健康嘛，那这部分跟我们的生活压力也有关系。刚才就星云你也提到这个案例，而且在卫福部公布去年10大死因的时候，隔多年自杀重回排行榜，哎，这个很让人忧心，排名还是到第10位。那有很多人因为压力啊、一时的卡关啊、关卡，他走不过去啊，就很遗憾的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之前也有提到过，如果我们在面对人生卡关，觉得很痛苦，真的好像心里有那种呐喊不想活，但是就去收纳整理，这么做真的会有转机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对，其实我除了是收纳整理师以外，也是遗物整理师。那我曾经也有遇过一个女生，她跟我讲说，我不想活了，那希望你可以到时候来帮我整理我的遗物。我说没有问题，我绝对可以帮你。但是在那之前，我希望你先整理好你的家。你整理好了，你要决定就是不想活了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可以尊重你，但是就是希望你可以先断舍离一些你不想要被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日记呀，或者令人害羞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你可以先断舍离。然后他就因为他想放弃他的人生，他不想活了，所以他说好，那我就开始整理。于是呢，他开始整理，今天可能丢掉一些过期的食物，然后明天丢掉一些不要的书等等，慢慢清，慢慢清，清到最后清了1个礼拜。他本来已经是不想活着了，可是清到最后，他突然发现真正的自己就埋藏在这些杂物底下，那些他已经遗忘的、充满希望的他以前的梦想等等，他突然觉得，老师，我不想要去我不想要自杀了，我想要活着，我想要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我的生命很可贵，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让他想要激起他想要活着的是，他在整理的过程，在一大堆杂物里面，突然发现有一条红色格子的围巾，那是他过世的妈妈以前给他的。然后他就在想，天哪，我妈妈给我这个围巾的时候，她是如此的爱我，然后我想起了他的爱，他根本就是他不想要再伤妈妈的心，甚至他觉得我要为我自己好好的活着，然后呢，用我的眼睛帮妈妈看这个世界才是对的。于是呢，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在整理完之后，我突然想要好好的活下去。”哇，哎，这个星云，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让人真的非常感动，我都觉得深深的触动，就好像他在整理这个家的过程里面，也帮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出口，然后他同时整理自己的思绪，我觉得真的是，就透过整理收纳，真的可以让身心的转变非常大，而且对于说目前哦，那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对于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家里，如果你觉得你的家里好像很乱，光是看就觉得很累的人，您会建议从哪个区我们开始下手开始整理呢？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要整理，可是我就是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从有奇效的东西开始，或是从看起来像垃圾的东西，比如说那个糖果的包装纸啊，喝完的饮料，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垃圾，它是可以清掉的。那你先从这里清之后，你会觉得清垃圾没什么技巧啊，但是无形之中你也在锻炼你断舍离的这个肌肉。所以呢，你从垃圾开始清，接下来就是从有奇效的，比方说已经过期的食物，已经不想吃的，已经坏掉的，或者是已经毁损的家具，没有要修理的等等，只要看起来是坏掉的，你没有要再使用的，或者是已经没办法修理的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先清掉。那你清掉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其实断舍离不难。然后我们也有一个一日一舍的社团，现在已经有26万人在里面一起共同努力。那这个一日一舍就是让你每天清掉一个东西，你只要清一个就好，就会产生就是像原子习惯的感觉。只是丢了一支断水的笔，结果你就想，那其他的断水的笔，或者是其他我用不到的，是不是也可以清掉？就这样会有一个连带的效应，让你越做越顺利。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入手，就是从一支断水的笔，我们就可以重拾，就是人其实要有一点动力吧，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可是当你想想看，你可以重拾，很多人就是因为忙碌、压力，没有办法去静下来看看自己，或者是我们面对，其实有时候在压力中，你很难去，你说哎呀舒压，有些人就说我压力就很大，我每天就是要上班，工作时间就那么长，我回家我就想好好的放松。可是当他放松的过程中，他可能看到这些家里堆积满满的这些物品，他就觉得压力更大了。所以我觉得断舍离真的是一个，它真的是一个治疗心灵疗愈的一个过程。没错。刚才我听到您这个案例，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入手的地方。但是问题来了，你有没有遇到过一般人，就是比如说很难舍弃东西，比如说、就是觉得哎呀好难，这个好像这个。问人家，你问他说：“这个要不要？可不可以？我可以丢掉。”就他就觉得不知道要留还是要丢，就是到底 yes or no， 或者是说，哎呀，这个料哥，我这以后好像会用到哦。我觉得这个锅子还要好好的啊，可是我觉得可能过不久我会用到。就像你说，我可能之后会瘦下来。那当您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用的方法非常简单，因为大家对于丢就是把它变成垃圾一样扔出去，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的是结缘，就是你不要的东西在你们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把它捐给有需要的人，而且现场就让他带走，然后他就觉得，对，在我家其实我已经遗忘这些东西很久了，我只是舍不得丢出去。但是如果是给人，然后可以让他继续使用，那我可以接受哦。所以呢，我们就会把东西结缘出去。那很神奇的就是，我们等于在结缘的过程就有四方共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整理师在把东西结缘出去之后，家里变得好，更空了，更好整理了，对不对？然后另外就是屋主本人，因为呢这个东西他本来很舍不得，那可以清出去之后，他突然觉得，对。放手让别人爱好像也不错，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物品它本身从被遗忘啊，然后好像就是被丢在那里的感觉，到后来有新的主人爱它了，然后再来就是这整个地球不会因为这样又多买更多的东西，而是让这个东西可以循环继续使用。我觉得是四方共好，真的是非常棒，这样。喂，这个四方共好真的是很值得推荐，因为其实我后来来到美国之后，就发现在美国人也很习惯，就是把你就是可能你会现在用不到的东西，然后你会捐赠给别人，或者有的人他会抛到二手市场再去卖掉，就等于是赋予这个人新的生命，那也给下一个人用的，他觉得这个他会用得到，因为人有时候用过一阵子，可能有新的东西，他要用新的，可是有的人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刚好要用，我又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把它买到，或者甚至无偿的可以拿到，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赋予这个东西新的生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但是另外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东西丢掉之后，可能要开始收纳了，那你有没有哪些诀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把这些东西再归位呢？我有一个方法叫做联想性收纳法，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收过的东西，然后完全想不起来那个东西在哪里？明明是自己收的。那其实联想性收纳法它非常非常简单，它就是像一个 Excel 表格一样，然后你把你的收纳的逻辑放进去，比方说你是由小到大，或者是由轻到重，或者是由常用到少用等等，你用你的逻辑来摆放。那这个逻辑呢，最好是全家人通用的，非常简单的逻辑。比方说，你可以想象，假设你前面有一座五斗柜，有1、2、3、4、5，如果由小到大来摆放，上面可能就是内衣裤、袜子。那接下来的2跟3可能会是上半身，然后4跟5可能就是下半身。那你这样去联想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牛仔裤是又长又重，它一定是在最下面，所以你根本不用贴标签的情况下，你可以找到那个东西，而且这是全家人都通用的逻辑，那就不会发生就是只有妈妈才能找得到那个东西的窘境。
哦，联想归纳法，那真的很棒。那如果我们在整个整理收纳的环节里面，有哪一部分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或比较容易卡住，然后进行不太顺利的呢？我其实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诀窍，叫做几雕分柜，集挑分归，集中挑选、分类归位。然后我发现呢，绝大多数的人是会在分类上面卡住，集中就是把同类型的东西全部集中。比方说，今天整理鞋子，然后明天整理什么，然后后天整理什么，都是一样。那集中挑选、分类归位。另外就是动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本来的动线就是它怎么放都觉得，哎，为什么我家怎么收都不好看，然后怎么都很 K。那我后来发现，其实只是移动家具，光是让那个动线顺畅，把动跟静分开就差很多。因为他们本来可能读书的书桌竟然是跟电视还有沙发一起，那小朋友就不会认真读书。但是呢，我们把它分开，让他的阅读区，然后跟他的视听区是用一个柜子分开之后，小朋友自然而然走到那边就会有一种我在这里坐在这个桌上，这个空间提示我就是要好好的静下来阅读，然后写功课。那我到了视听区的地方，我就是坐下来好好看电视休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动线也是很神奇的，当你动线改变了，氛围就会整个改变。动线真的很重要。不过您刚才就是集中调整、分类、归位，我觉得调婚柜，这个是很重要的流程，动线规划。那如果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就是比如说经过您这样子的整理或提醒，或者是我们有这样做了之后，有没有可能打回原形，或者是说，这时候打回原形，我们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我觉得，如果是打回原形的话，有可能就是你原本规划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东西满了。然后另外就是我刚刚说的动线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可能在那个地方放了一个不适合的，不管是层架啊，或者是柜子等等。那比如说你明明是这样走过来，你一回到家，你就是顺手想要在这个地方放一下钥匙什么的，结果你却把那个柜子设在一个比较里面或是比较不顺的地方，于是呢，钥匙可能就会出现在沙发上，出现在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或者是你一回到家，外套没有一个可以挂的位置。总而言之，你的动线就是你每天可以看一下你的机能点在哪里，你在哪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那一个地方可能就是最适合收纳那一件物品的地方。可是常常大家不知道，就觉得我就觉得想说把这个柜子放这里，然后把那个放在那里。结果呢，当你的动线不顺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漂流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像我就曾经有遇过，我们在厨房的上柜上面的柜子通常会放一些干货啊，然后什么小家电之类的，结果竟然在那个上柜打开看到一床棉被，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随便乱放。所以其实你要去想，这个东西假设它是寝具类，它应该会出现在房间，而不是有一个位置就把它放在那里。是，我觉得刚才听星云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有感觉，就是觉得这个您说收纳师，我觉得好像他在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种心灵的导师的感觉就是你要去介入他的生活啊。我说的介入是说，去了解他的生活形态，然后他的生活形态，然后再去规划，帮他规划一个动线，找到最适合他放位置的地方。然后，如果他这个不顺的话，我再帮你理出一条道路。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挺辛苦，但是还蛮有意义的，是吧？我另外想了解一下，像我们知道有形的物品其实是可以断舍离嘛，就像我们可能我们可以送给别人啊，丢东西一样，但是丢掉我们心里的垃圾让负面心灵断舍离有可能吗？有可能，因为其实当你如果其实我觉得东西是这样，就是人事物，对不对？你先把物这个最简单的东西、可见的东西清掉之后，你对人际关系突然也会有想要断舍离的时候，比方说脸书的朋友啊，没有在互动的群组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让你觉得有毒的亲友之类的，你都会想要把它断舍离。所以从把物品断舍离之后，你会
长出勇气，愿意把你的人际关系也梳理一下，最后会到事情，你对事情的态度会有不一样的见解。可能你原本觉得天哪，这真的是鸟事，可是后来你可能可以转个念，突然觉得，坏事里面可能也会有好事。也许发生这件事情是想要提醒我什么，或者是以前很执着，觉得，哎呀，我东西买了，我虽然比方说这场电影非常难看，但是我已经花钱买了。可是当你用断舍离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好，既然是难看，那我现在就可以出去了，我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我可以花这个时间再去做更好的事情。总而言之，你对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断舍离。哇，我觉得这个是开阔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从来过去都是觉得断舍离，好像就把家里的东西清一清，没想到这个断舍离影响到我们身心灵很多层面，而且就是可以重新整理我们的思维，重新整理我们的人际关系，重新整理我们的家里。那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收纳可以整理人生，但是您觉得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吗？可以，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因为其实我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在4月的时候发现我的左胸有硬块，然后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这个必须要马上切片。结果后来看到报告的时候，我竟然得到乳癌2期。那我就觉得非常晴天霹雳，因为我觉得我是好人，我帮超多人，为什么会是我？然后当时就觉得我不能接受，我在那诊间外面哭了很久很久。可是没多久之后，我坐高铁回家的时候，我的旁边突然有一个阿姨，她就听我在那里打电话跟保险说我怎么办？我怎么会得乳癌？一直哭。她突然告诉我说，妹妹啊，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样是荷尔蒙型乳癌，我已经是末期了，转移到很多地方。医生说我只能活3年，但是我还活了10年，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也没问题。你知道吗？这高铁那么长，竟然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陌生人，就像小天使一样安慰我。然后那一刻我就在想，好，那我要积极的去面对我的病情，而不是逃避。于是呢，我就快速的搬家，然后找到了一个新的房子，然后每天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发现一件事，癌症这件事其实它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也许我的生活状态不对，也许我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对，所以导致我的身体不停的在呐喊，但是我都听不见。可是呢，癌症就是我身体的细胞把所有的坏东西集中起来，放在我的左胸，变成癌细胞，让我知道，这里有垃圾，请你注意看，这里有垃圾。所以当我把癌细胞断舍离之后，我突然觉得，哇，原来癌症是让我一个重生的开始，所以我完全改观了。以前我总是那种牺牲型人格，我要为别人，然后我把自己退到最后，结果最后呢，我去哪里了？我在哪？然后所以后来我在想，不行，现在我就是要为我自己而活。那当然奇迹也出现在我身上，因为我乳癌2期，我的癌细胞是3公分，然后医生说可能需要化疗，也需要放疗。然后我就在想，我头发很美，我实在是不想要化疗。于是呢，我就是很积极的，也不是说很积极，就是很放松，然后好好的生活，然后好好对待自己之后，奇迹出现了。在我去手术之后，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真的是奇迹，因为你的癌细胞从3公分竟然缩小到1.8公分，所以呢，在2公分以下就可以不用化疗。所以我在我的身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然后癌细胞最害怕的就是癌细胞最害怕的是正能量，而负能量是可以把它喂养更大更大。所以我没有抱怨，也没有难过太久。从一开始我觉得为什么是我，到现在觉得还好是我，因为呢，我有怎么讲呢？我有影响力，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在车上遇到的那个小天使，他跟我说不用担心，你一定会更好的。然后甚至我在医院也有遇到一个人，他跟我说我也是乳癌，我双乳全切，我甚至连子宫都拿掉，我这样都能活下去，你一定也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干净的家给我很大的支持的力量，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那个小天使，帮助现在
也许你也经历生病或是罹癌的人，我想跟你们讲的是，也许你可以把你的家整理好，当你的东西不要的东西断舍离，留下你喜爱的东西包围你的时候，你会感到幸福，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是有能量的。哇，我觉得星云您刚才这段分享我觉得让我看到很多层面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第一个，您刚才提到说你帮助很多人，为什么今天会是你？就是我的理解，上天派这个小天使来告诉你，其实你的人生可以过得很不一样，而且你一直在帮助别人。我想这就是善的力量。然后后续呢，我想你又继续重拾心情，然后重拾你的整个身体，你看你的身体状况又整个恢复，然后又可以再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您的案例真的让我深受感动。我想也可以让更多人成为一个很正面的教材。我们整理人生，整理我们的心灵，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再过上一个幸福的人生，而且可以利他帮助别人的人生。我觉得真的是太正面了，真的期待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跟星云好好的聊聊。我知道你有很多整理的案例，那今天是因为时间有限，但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我想也有很多观众可能他会觉得我在收纳或者是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我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我们期待下一次我们可不可以开放给观众提问？那我们在下次的时候让民众可以问一些问题，然后可以让星云来帮我们回答一下我们观众的问题，好吗？好，非常感谢。好，今天真的很谢谢廖星云廖哥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收纳幸福收纳，谢谢星云，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我想今天的节目真的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开始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外面有多乱，至少我把我的空间、我的心灵收拾干净。我想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廖星云廖哥的精彩解说。真的说真的，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是一种生活的选择，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勇气。而且当你行有余力的时候，你的善念你可以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都能够重拾这个 motivation 这个动力，重拾这个心态，来帮助自己，帮助更多的人。好，如果你有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订阅99健康咖，我们一起打造更健康、更清爽的人生。祝您从现在开始收纳一个角落开始，然后祝福大家成功断舍离，好运连连。我是9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